Hello，大家好，我是 Nancy。今天怎么想到做这么一期呢？因为前一阵子有个朋友从国内想租一个3万尺的仓库来问我，那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能够提供2年的 financial 吗？就是财报。他第一反应就是，美国不是很注重个人隐私吗？你怎么会问我财报的事情？那后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因为怎么都说不通它。那我今天呢就把咱们这边就是租赁仓库厂房的基本流程给朋友们讲一下，让大伙知道一些就是基本的常识吧，算是。那首先呢，就我一般就是如果你找到我，我一般会给你发一个问询就比如说你需要多大的厂房，然后面积，然后办公室要多大，需要几个鞋柜口，然后呢还有电力要求。当然了，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这个用这个仓库到底是什么目的的，是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参考。然后呢，我就根据你的需求，咱们找到3到5个仓库或者厂房，然后呢，集中的看一下。当然了，这个过程中呢，咱们就把基本的价格也询好了。咱们这儿呢，基本的价格一般有2部分，一部分呢叫 base rent，就是基本租金，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叫 triple net。那 triple net 呢，基本的租金呢，它是会交到房东手里。那 triple net 呢，其实就是保险、地税还有公共区域的管理。那这些呢，实际上并不是房东留于，是给到房东，然后左手交右手，然后房东呢又交出去了。这是这2步。那这第一部分，如果要是咱们找到了合适的仓库之后呢，或者是厂房之后呢，那就要进入了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就是意向谈判。那意向谈判呢，如果你的需求比较简单，那我可以请房东直接出一个意向协议 proposal。但是如果你咱们要求比较多，比如说最近我有客户，他就是比如说要求加盖办公室然后要求在仓库中间加个墙或者是要加 leveler所以种种这些要求吧。这样呢，我就需要写一个 letter of intent。那我自己把这些比较详细的需求都写在里面。那这里面呢，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谈什么呢？谈价格，谈免租期，然后押金，然后装修费用，还有租期，然后每年涨多少，这些具体的数字都要在这个意向协议过程中谈。那这会儿就涉及了咱们片头说的 financial，就是财报。因为如果你想有更大的谈判筹码，你必须要把 financial 给到房东。就是房东呢看什么？那 financial 是2个一个是 income statement， 就是咱们国内说的损益表，还有一个是 balance sheet， 就是资产负债表。那要的是过去2年的，然后今年如果财务年度还没结束呢，就需要 year to date， 就是直到目前为止的。那为什么会要这个？因为呢，我给说一下咱们这些就是仓储地产的它的底层逻辑因为它的房东呢基本上都是大机构，比如说我昨天去的一个仓库，那房东就是黑石 Blackstone。那它前端呢是 REITs， 就是我们在市场上可以买的一些产品。那后面呢，它就是靠着这些仓储地产收的租金，就是这种长期的租金来作为你的固收，前端的固收。那如果这个租金不能及时收上来，它前端的固收也发不出去。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仓储地产你说至少签3到5年，都是就是建立这个底层逻辑。那咱们再回来说这个财报，那没有这个财报支持，房东是无法就是判断你是不是有能力正常的交租金。因为咱们仓储地产的租金其实也蛮高的一年10几万到几十万，甚至是100多万、200万都有可能。那如果你不能提供足够的这种财务证明，那房东是不敢轻易的把这么大一个仓库交给你。那如果要是企业，它就是因为有一些企业刚来美国，那它是用的新注册的公司，那这时候呢就需要有担保。担保呢就是有可能你企业的母公司或者是你企业已经有比如说在海外东南亚或者是其他国家建厂，如果要是那些财报足以支撑这个仓库的租金，那也可以用来做担保或者是母公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财报。这不是说人家想知道你的隐私，是因为人家想知道你，房东想知道你是否有实力继续往前正常的给人家交租金。那再下面呢，
就是如果意向这个 proposal 阶段结束了，那就是进入正式的合同，过合同。那合同呢，它就是有法律效力的了。合同我们强烈建议企业方一定要找一个懂商业地产的来进行过这个合同，因为这样的话，商业地产合同跟住宅合同不一样。我们整个德州啊，住宅合同是就一份，那商业地产合同是每一个房东都有自己的合同，所以那咱们德州呢又属于比较保护房东的地方，所以他房东的合同里肯定是很向着自己的。那在租客呢，如果这个企业就是你不找专业的律师来过，这会儿呢就是作为broker，像我们，因为我们是没有法律资质的，就是我们不是律师，是没有资格，就是提供这种法律层面的建议，包括你怎么改合同啊什么这些我们都不能，就是都不适合提出来，所以一定要请专业律师。当这一步过了，合同大伙儿达成一致，就可以签字生效了。那这就是有法律效力的。然后呢，那就祝贺大家，然后这个厂房或者是仓库就租好了，你可以继续向前走了。恭喜你的企业有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好，谢谢收看。